你这表哪来的？姐姐给你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段曦晨，你不会真觉得姐姐喜欢你吧？姐姐喜欢的一直是我，只是为了报答老爷子的恩情，所以忍着恶心嫁给你。所以你还是要嫁给他。行，那我走。明峰，不要！明峰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。我若是不嫁，老爷子肯定会把你撵出家门。我不想你流落街头。明峰，你放心，就算我跟段曦晨结婚，我也会让他守活寡。这辈子，我的身心只属于你一个人。看到了吧？即便姐姐嫁给你，她也不会让你碰的。她只爱我。只要你不选姐姐呢，剩余6个随便你喽，反正他们都被我睡过。哦，那个孟晚溪啊，玩最好，很润。姜母哥很奔放。你随便选一个，都能把你伺候得跟皇上一样。而我姐姐只会让你守活寡。到处发情的畜生，你真他妈让人恶心！我可是姐姐的密令，猜今天她还会答应嫁给你？姐姐，不要怪哥哥，哥哥是因为我抢了他的手表才生气的，都怪我不好。今天就算他想嫁，我也不会要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，等着滚出段氏门。爸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娶宁家千金。宁家千金，那个从小就闹着要嫁给你的小丫头宁心怡，宁家富可敌国，宁心怡也是才貌双全。可你喜欢的不是莫雪凝吗？我给你找的7个未婚妻，除了莫雪凝，其余6个都对你爱之入骨，随便娶谁都会用生命去爱，何必娶个千金大小姐回来供你？爸，一直以来，我也觉得除了莫雪凝，其他6个都对我爱之入骨。可，你们说，段曦晨那个蠢货，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明峰不是玄宁的弟弟？哎，那个蠢货啊，肯定还觉得我爱惨了他，却不知道我当初跳楼根本不是为了示爱，而是为了吓跑他。谁不是呢？我天天忍着恶心去舔他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讨厌舔狗。果然，大家策略都一样，他不喜欢什么，我们就演什么，这样我们就能放心的追明峰了。只有莫雪凝没装，在段曦晨面前永远一副高岭之花的样子，结果那个受虐狂爱惨了他。可怜我们宁姐了，没办法，总得有人要嫁给段曦晨。
这样我们民风就能在段家过锦衣玉食的少爷生活喽。好一群爱我入骨的女人，好一个无辜单纯的弟弟。段先生，他们7个都是极其罕见的天才少女，都符合您的要求，尤其是雪凝，智商测试达到了187啊！办手续吧。好。我有个弟弟，他叫穆明峰，想收养我，必须带上他。爸爸，我们把明峰弟弟也收养了吧？好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段氏养子。说好的只是弟弟，原来那明明是爸爸给我买的车。姐姐，你们别说哥哥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就是捡来的养子，你们还是陪哥哥玩玩，不用管我。西城哥哥，你太小心眼了，竟然跟明峰吃醋。我们只把明峰当弟弟而已。西城哥哥，明峰和你不一样，你什么都有，可他只有我们这些姐姐了。我曾无数次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小心眼，现在才明白，不是我小心眼，而是他们太会演了。明峰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一个人，可姐姐给不了你婚姻。姐姐，我只求你不要嫁给段西辰。你要是嫁给他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也不想嫁呀，可老爷子对我们有恩。明峰，听话，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碰我，更不会给他一丁点爱。姐姐这辈子只属于你一个人。所以你还是要嫁给他。行，那我走。明峰，不要！明峰，你别走，求你了，你别走。我要是不嫁的话，老爷子肯定会把你逐出家门。我不想你流落街头。明峰，你放心，就算我跟段西辰结婚，我也会让他守活寡。这辈子，我的身心只属于你一个人。只属于他是吗？我成全你。本少不需要他莫雪凝的施舍，我堂堂段氏财阀唯一继承人，还愁没有女人？莫雪凝不想嫁，有的是人嫁。阿晨，阿晨，爸，我心意已决，至少心仪，他是真心喜欢我的，不像孟晚曦他们，被迫是未婚妻的身份，不得不对我言听计从罢了。行吧，你的婚姻你做主。爸，既然已经决定，那我们段氏没有必要再收养他们，特别是那个莫明峰，一个只会嘤嘤乱叫的废物，看着就烦。好，你大婚当天，我会安排他们全部离开，以免有人心生艺术，惦记我段氏资产。好。哥哥，你笑我的马术课能带上我吗？
好一张无辜单纯的脸啊，真令人恶心。哥哥，我真的很想学马术，求求你带上我，好不好？远点。段曦晨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宁风做错了什么？你推他下来？不怪哥哥，是我没站稳。宁风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走，小心。无所谓了。哥哥，是姐姐让我来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妨碍你和姐姐的。你们骑你们的，我待会儿让教练来教我。姐姐，我有点怕。你放心，我可是专业驯兽师。姐姐，我有点累了。成为我段氏财阀的少夫人，你可以拥有一切，但必须对阿晨忠心不二。跪下，让他踩着你上马。爸，他桀骜不驯已经刻进骨子里，若不驯服，怕你以后镇不住他。快点儿，否则带着你弟弟离开段氏。以后就由他来负责你的马术。跪我居，跪他心甘情愿，真是个好姐姐。马雪宁，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我耽误了你陪哥哥，他也不会。不是你的错。段少，最近千万注意保养。谢谢。那你先休息。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。给。
给我吧。你最爱的西梅干。他也许不是不爱我，只是性子冷，不会表达。可面对莫明峰，他眼里的爱，你好好休息。莫雪宁，你过分了！竟然故意割断段西城的梦。就算段西城推明峰下水，你也不能这么做。万一摔断了脖子，我们就都得完蛋了。什么？纯属意外。我本来只是想小惩大戒，谁料他在乐西高难度战。我今天本来已经答应了陪明峰，结果却来医院照顾了一天，已经算是赎罪赔偿。幸好只是摔断了腿，没什么大碍。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。断了条腿没什么大碍，就为了给莫明峰出气，没赔莫明峰就是补偿我。阿成，怎么出了医院还一点不开心啊？你不是喜欢收集名表吗？今天有场拍卖会，压轴品是时间镜头，据说啊是用蓝钻打磨而成的顶奢名表，你举牌，我买单，怎么样？花的还不是我段氏的钱。小瞧人，谁说段家只有莫雪宁一个天才的？这些年呢，我在海外也有不少投资，赚了不少呢。好，那今天就宰你一顿，去拍卖会。好。哥哥也在这儿。快看，时间镜头摆出来了。时间镜头，这个就是时间镜头，我好喜欢。原来哥哥也想要时间镜头啊，那我不要了，我不能抢哥哥喜欢的东西。明峰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委曲求全，想要什么就去争，姐姐有钱为你兜。1个亿啊！1个亿！什么情况？莫雪宁不是段西城未婚妻吗？竟然替别的男人跟段西城抢表，打脸段西城啊！这是太惨了！堂堂财阀继承人，段红心尖上的毒苗，竟然被未婚妻压着打。没有人可以压着我。点天灯，段少点天灯啊！看来段少真生气了。正常，谁受得了未婚妻当众压着打呀？没错。恭喜段少拍得时间镜头。不用，起来。
抱歉，段少，您的卡被冻结了。在段家，没有人敢动我的卡。段少，您稍等。段少，我再试一下。抱歉，段少，不是机器的问题。亲爱的，不是说好今天我买单吗？刷我的卡。好的。抱歉，女士，您的卡也不行。段氏破产了吗？1个亿都拿不出来，没钱，点什么天灯啊？丢人现眼。刷我的。好的，女士。恭喜女士，付款成功。穆女士，您那边。莫雪凝是把段西城的脸放在地上踩啊！传闻段西城是莫雪凝的一条舔狗，呼之即来，喝之则去。我还不相信，现在看来，这个心机婊！我们刚才卡出问题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他可是顶尖黑客，我刚才可看到他偷偷在手机上操作。原来如此。没实力就别逞强，你应该上我的车。阿晨，你别生气了，看我特地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绿茶酥。拿着你东西离开。阿晨，不要！都好几天了，得想办法把他哄出来才行，要不然闹到老爷子面前都没我们好果子吃。真烦，我可不去，还得陪明峰呢。谁不想陪明峰？老规矩，谁先去找段西尘，谁才有资格去找明峰。忍着恶心肥母，才有资格获得奖励去找莫明峰。我要不是悄悄按了监控，还真不知道你们有这规矩。反正我不去，凭什么每次都是莫雪凝得罪让我们来哄啊？谁惹的谁？不用你去，我的男人我来调教。调教？真的没自信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不用你去，我的男人我来调教。说他嚣张什么呢？干妈甚至还没选他呢，摆什么正宫娘娘的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反正阿成最后都会选，我们啊，只是陪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抱歉，小时候养成的坏习惯。那个时候穷，吃不饱饭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偶尔会敲门别锁。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，只有明峰一直陪伴着我。阿晨，我很感激段氏的收留，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但前提是你能容得下明峰。他是我的亲弟弟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，哪怕是你。弟弟，晚上搂在一起煽情告白的弟弟啊。所以，哪怕我们结婚了，你也以他为主吗？没错，明峰永远是我的优先级。但你放心，我会按照老爷子的要求，以你为尊，忠诚不二，不会让你有一丁点不开心。姐姐，你在哪儿？
我房间灯坏了，好黑，我好害怕。你别怕，我马上就来。可你就这么走了，会让我很不开心。宁风胆子小，这个时候你别闹，不然别怪我不高兴。把时间镜头让给莫林峰，就拿这种垃圾物把我当第二个女人，要演。坏了，你和你那个娘们唧唧的小白脸，也该滚出段生。爸，我要在生日宴上正式宣布和心仪订婚。这身私定只有时间镜头能配得上，可惜被莫名疯抢了。算了，今日之后一切都不重要。段少，聂小姐派我来的。听说您被抢了块表，她特地定制了块歌红血钻，打磨的唯爱不灭。聂小姐说，蓝钻是杂色，红钻才是正统。您先忙。果然，结婚怎么可能跟谁都一样？哥哥，你这表哪来的？姐姐给你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段曦臣，你不会真觉得姐姐喜欢你吧？姐姐喜欢的一直是我，只是为了报答老爷子的恩情，所以忍着恶心嫁给你。所以你还是要嫁给他。行，那我走。蜜蜂，不要！蜜蜂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。我若是不嫁，老爷子肯定会把你撵出家门。我不想你流落街头。蜜蜂，你放心，就算我跟段曦臣结婚，我也会让他守活寡。这辈子，我的身心只属于你一个人。看到了吧？即便姐姐嫁给你，她也不会让你碰的。她只爱我。只要你不选姐姐呢，剩余6个随便你喽，反正他们都被我睡过。哦，那个孟晚溪啊，玩最好，很顺。姜母哥很奔放，你随便选一个，都能把你伺候的跟皇上一样。而我姐姐只会让你守活寡。到处发情的畜生，你真他妈让人恶心！我可是姐姐的密令，猜，今天她还会答应嫁给你？姐姐，不要怪哥哥，哥哥是因为我抢了他的手表才生气的，都怪我不好。今天就算他想嫁，我也不会要。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等着，滚出段氏门。12点了，快要宣布了。谁不知道这段曦尘是莫雪宁的舔狗？段氏的少夫人肯定是莫雪宁。这莫雪宁漂亮，智商高，手段硬。若她正式嫁入段氏集团，接手这个集团，那商界还有谁是她的对手？只有宁心怡才能和她抗衡。听说这宁心怡追了段曦尘多年，可这连月入赏券都没拿到手，还要眼睁睁看自己的心上人是自己的死对头。你可不许变卦。不会的。雪宁，我好喜欢你啊！就因为我妈莫明峰乱发情，你就要公开这种画面，向所有人证明我才是喜欢乱发情的无耻之徒吗？谁放的视频？关掉！马上给我关掉！谁干的？到底是谁？封锁全场，查出来那人之前，谁都别想离开。算了，您别动气，反正阿琛是要娶雪宁的，这不算什么。男人嘛，大家都理解，就当夫妻间的小情绪了嘛。阿琛要娶的人是我。什么？阿琛居然最后选择了他？阿琛不是对莫雪宁爱的死去活来的，怎么会选择宁心怡啊？不，阿琛不娶我，这怎么可能？阿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还在赌气我把手表给了明峰吗？闹这么一出，让我难堪吗？阿琛，就算你和莫雪宁赌气，可以选我啊，为什么非要选这个宁心怡啊？哎，这孟晚曦真是爱段曦尘爱到骨子里了，竟然甘愿做段曦尘和莫雪宁的出气工具。这算什么？他还为段曦尘跳过楼呢。真假的？爱的这么卑微，要是我，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孟晚曦。哎，可惜呀，这段曦尘从未正眼看过孟晚曦。唉，爱而不得，真令人心疼。孟晚曦，你真的爱过我吗？当然，阿琛，我爱你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包括去死。可我怎么听说，你当初跳楼，其实是为了吓我？你听谁说的？是不是江木哥？阿琛，你不要听他说，他是在造谣。我发誓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的。演得真好。我要是没有听过你的真心话，我都差点信了。那个蠢货肯定还觉得我爱惨了他，却不知道我当初跳楼根本不是为了示爱，而是为了吓跑他。如今嘛，没有人造谣，都是你亲口说的，所以别演了，恶心。我可以解释的，阿琛，其实我是……没有人敢在我的面前说我的未婚夫是蠢货。还有，这个世界上最爱阿琛的那个人是我。阿琛是我的未婚夫，他真正想娶的人只有我。阿琛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也愿意按照老爷子的要求对你忠心不二，永远爱你。所以，别闹了。宁家是段氏的合作伙伴，你拿宁心怡跟我赌气，会影响两家的交情。莫雪宁，你做了这些事儿，你觉得我还会娶你？就算你愿意嫁，我也不愿意娶。阿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做了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不要装了？刚刚的照片和视频难道不是你放的吗？这竟然是他！不能吧，阿琛，你竟然以为是我做的吗？不然呢？除了你，还有谁能轻轻松松进出我的房间？你不能因为我给了莫明峰一拳，就当众报复我。我没有。阿琛，我真的没有。
你相信我行吗？阿晨，真的不是我。莫雪宁，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也不应该当众羞辱我吧？雪宁，阿晨说的是真的吗？照片跟视频真的是你放的？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女儿看待，对你寄予厚望。请你亲口告诉我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爸，阿晨是我的未婚夫，我放这些羞辱他，不是打我自己的脸吗？看他这样子，不像是撒谎。难道真是段少误会了？说的好听，你骗人的时候不是一贯如此吗？我会证明我自己的清白。给我一台电脑，我要追踪电子信号，揪出幕后真凶，将他碎尸万段。还演？行啊，找2黑客过来，跟着他，以防你耍花招。你好，我问心无愧。这真的能找到吗？应该能。莫雪宁可是计算机天才。找到了。谁？是。说话，到底是谁？不用查了。是我干的。莫雪宁，闹成这样，你还要包庇他？我没有要包庇谁，就是我干的。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你不说追踪到 IP 了你才承认？我提议追踪信号，就是为了掩盖真相。可我没想到阿晨会安排2个黑客跟我一起追踪，所以我装不下去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怎么感觉不像？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？我也觉得怪怪的。谁又能让高岭之花主动背锅呢？是，谁能让高傲的莫雪宁不讲规则，主动背锅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觉得今天我会放他离开这里吗？阿晨，算我求你了，到此为止吧。阿晨，只要你不追究，我什么都愿意答应你。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可以嫁给你，我们2个立刻结婚。结婚？莫雪宁，你哪来的自信？觉得我还会娶你？阿晨，别喊我阿晨，我对你的喜欢早就消失了，甚至你跟莫明峰的勾当让我恶心。明峰？难道是他干的？怎么会这样？以前他看向我的眼光，炙热的爱意毫不掩饰，全是独属于我的柔情。可现在，姐姐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订了星光餐厅，咱们……明峰要陪我，我若是拒绝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哦，没事儿，咱们晚上还可以宵夜。明峰陪我过生日，吃完饭我还要陪他唱歌。姐姐，我……哟，堂堂段少又没舔到女神的亲生资格，不是兄弟说你这么多年，你累不累啊？他那么优秀，我就是怎么喜欢也不行？幼稚。现在他眼中的厌恶，怎么会有如此浓烈？你真的不喜欢我？我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，
上钩了吗？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以前我喜欢他，你仗着我的喜欢对我肆意拿捏。现在我不爱了，你还敢做一步？那你就要付出代价。哥哥，你误会了，不是我。林峰，我把你从孤儿院接出来，让你当养尊处优的大少爷，而你呢，处心积虑让我颜面扫地。哥哥，我知道你因为你嫉妒姐姐对我的好，但是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到处花钱的畜生，你的好日子到手了！和娘们在一起。林峰，爸，求求你去救我！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不能电脑，更不会远程操控所有的事情。爸，你相信我，你救救我啊！阿琛，会不会搞错？你把证据拿出来，我给你们留一点体面，否则我今天让他死。段西辰，明峰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到此为止，真要撕破脸皮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明峰都已经这样了，就算你是段氏的少爷，也不能多算见识吧？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糟蹋明峰？你就是欺负明峰，是孤儿吧？你们还知道他是孤儿？我欺负他，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？你们也别蹦跶，我证据拿出来，你们全得完蛋。段西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认为我们也是幕后黑手吧？我给过你们机会，你们不要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泄露别人隐私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点更来人！我上传隐私的地方根本没有监控，不可能被拍到呀！他到底什么意思？哥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真的不是我做的。1个月前，我在家里安装了大量的微信监控。妈，很意外吗？我不过是想看看你们背后怎么编排，没想到有意外收获。段西辰，你怎么能背着我们安装监控啊？你这是窥探隐私，你无耻！我在我自己家里安监控防盗，我怎么就无耻了？姐姐，我喜欢你。这不是莫明峰吗？那女人是江木哥。阿琛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说莫雪宁要是知道的话，会不会疯掉？不会的，我跟雪宁姐姐只是姐弟情。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，姐姐，你喜欢我？当然，你是姐姐的唯一。天哪，太无耻了！段氏好心收留他，他却暗地里勾搭段少的未婚妻。段氏已经够仁慈了，要是我早弄死他了。莫明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啊，那都是假的，假的！安住他！放开我！我跟木哥姐姐是亲牌的，关掉他，赶紧关掉他！关掉。那
那可不行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姐姐，我好爱你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女人。那个女人是林听雨。阿晨，我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，这么多年，打着姐弟的你，对她偏袒包庇，对我苛责求全，好一个姐姐！真的吗？可他们6个都喜欢你。我跟他们只是姐弟情，第一次在孤儿院遇到你，我就爱上你了，你是我的全部。天哪！本来以为他只勾到了江木哥一个人，没想到他脚踏2条船啊！亏我以为这莫明峰是单纯大男孩呢，表面上天真善良，私下里竟然玩得这么花。哥，求求你，把视频关掉吧！啊，我承认，隐私是我上传的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认罪。求求你，别再把其他姐姐扯进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其他姐姐？他是自己承认还有其他姐姐吗？姐姐，我好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我的老天哪！除了莫雪宁，他睡了所有人啊！三观震碎，三观震碎呀！无耻，禽兽！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吧！只要不播放视频，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。不是很喜欢泄露别人的隐私吗？没有，怎么换到自己身上就不乐意了？刀扎在自己身上，才知道疼吗？可惜，晚了，重头戏还在后面，还有重头戏。够了，阿晨，到此为止吧，否则我真的不会原谅你。谁稀罕你？你只知道包庇你的名字，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有在乎过我的名声吗？你觉得我还需要你原谅吗？我只要你和他一起下地狱。阿晨，姐姐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不是莫雪宁吗？他怎么和莫云峰？他们不是姐弟吗？太恶心了！这堂堂的段少也太惨了。是他们6个天天缠着我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呀。禽兽，人渣！段氏好心收留你，你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，不要脸！不是这样的，真不是这样的！求你们别扔了，求你们别扔！去死！姐姐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，姐姐！你不是说过你婚姻是保护我的吗？姐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在保护你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？姐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是他们一直纠缠我，我在骗他们逢场作戏。我真正爱的只有你，姐姐。我是要哄骗他们去追段西辰，这样我才能和你在一起。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跟你在一起的呀，姐姐。闭嘴！姐姐，你以前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以前磕破天皮，你都会心疼我。莫明峰，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看着我，一开始我是真的把你当亲弟弟，在孤儿院最残酷的那段时光，我宁愿自己饿着肚子，也要把仅剩的馒头给你，就因为你说过，
血缘不重要，彼此相爱才是亲人。就算被全世界抛弃，我们也还有彼此。这个畜生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。我从小被人抛弃，无依无靠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出现了，跟我说了这句话。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才爱上他。他也跟我说过，跟我也说过，居然跟我也说过一样的话。这个畜生，趁我们被人抛弃、严重缺爱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结果骗了我们所有人。我们都让莫明峰给骗了。我以为大家只是喜欢他，只有我真正得到了他，没想到他把我们都骗上了床，甚至连套路都一样，气死我了！畜生！我为了你放弃了阿哲，结果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姐姐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听我说，因为你们那么喜欢我，我怕你们伤心，所以才……谁敢狡辩？嘿！打死这！姐姐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姐姐！段老，差不多了，这再打下去容易出人命啊！来人，来！爸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要亲手打死这个畜生！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肯定会爱上阿琛的。他装的温柔善良，让我以为全世界抛弃我的时候还有他。够了！今天是阿琛生日，有什么恩怨，你们私下自己解决，不要搅和了我儿子的生日宴。他没有对不起你们。本来我想等阿琛和心仪完婚之后再选，但是今天这一切让我恶心。你们与莫明峰和段家再无关系，现在立刻离开！现在立刻离开！爸，你是要把我们逐出段家？段家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爸，我们只是被莫明峰蒙蔽了双眼，我们不是白眼狼。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好好报答段氏。不需要。收养你们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了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全心全意对我儿子。可你们两面三刀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自己走吧，体面点儿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是我们太不是东西了。我从小被父母抛弃，是您收养了我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我却连你唯一的要求都没有达到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配留在段氏。阿琛，对不起，你是个好人，是我被莫明峰迷惑了双眼，做了伤害你的事情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这江木哥也不算什么坏人，就是被这莫宁峰给骗了。这段老爷子是不是做的太绝了点儿啊？没办法，背叛了段少，那可是触了段老的逆鳞，断然留不得。爸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养育之恩无以为报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开口。爸，从今以后您多保重身体。阿琛，你是我们遇到最好的人，我们从来没有讨厌你，只是莫明峰，他就是个畜生，他总爱暗自跟你比较，常常自卑、焦虑，没有安全感。我们只当他单纯天真，为了哄他才刻意贬低你，久而久之，竟被他骗了感情。没想到他就是个绿茶。
以后有什么条件随时说，我们一定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你们等我动手撵人吗？爸，照片和视频都没我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阿琛，我没有背叛他。这好像真没有啊！难道他真的没有背叛段少？那他为什么在录音里嘲讽段少是蠢货？阿琛，我装作同流合污讨厌你，只是为了煽动其他人远离你，这样你就属于我一个人。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骗了他。我从小说谎，莫明峰哄骗其他人的招数来哄骗我，我不仅一眼看穿，还顺手用他绑定了莫雪。姐姐，就算全世界抛弃你，我也只爱你一个人。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就能对抗全世界。小嘴真甜，难怪将他们6个哄得晕头转向。可惜，也真恶心。是吗？姐姐也爱你，可是你跟莫雪宁……我跟雪宁姐姐只是姐弟情。什么姐弟情啊？明芳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是很脆弱的。段曦尘出身高贵，英俊帅气还优秀，拿下莫雪明只是迟早的事情。到时候啊，他肯定会抛弃你的。我要是你呢，就先下手为强。莫雪宁是个很保守的人，只要你跟他发生了关系，他肯定就离不开你了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对雪宁姐姐起那种心思嘛？我那么单纯，心里面只有你呀。你这么说我就好难过。哎呦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瞧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姐姐心里呀，也只爱你。是吗？姐姐，那我们……哎，雪宁啊！曦尘和我们这种从泥潭里爬出来的人不一样，他就像天使，干净、纯粹、美好，比莫明峰那种肮脏龌龊的畜生强了1000倍万倍。其他人瞎了眼被他蒙蔽，我可不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惋惜也是真够有心机的，可人算呢，还是不如天算。最后也是让宁心怡成了赢家呀。竟然是因为你。阿晨，我原本只是把他当成我的亲弟弟的，可一不小心。阿晨，我还有机会挽留你吗？哎，也是个被欺骗感情的可怜人呐。他把莫明峰当成弟弟，哄骗他发生了关系，性格保守，却从此呢让他成为了他的全世界。可现在啊，他的全世界背叛了他，都怪这个畜生。阿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选择了心怡。阿晨，你爱我爱了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从头再来，好不好？阿晨，出去。阿晨，阿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阿晨，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来人，把他们全都给我赶出去！还有穆明峰那个畜生！爸。虽然我做错了，但是我没有背叛阿晨，我想留在段氏，求您让我留下，报答您的养育之恩，当牛做马都成。爸，我也不想离开，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我以后绝对忠心耿耿，在所不辞的。滚开！
错了，哥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以前被猪油蒙蔽了心，以后再也不跟你像了啊！我还小，什么都不会，离开段氏，我该怎么活？混蛋！一人欺我的！这是段氏保险柜的动态密钥，你们谁敢捏我，我立马公开！明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擅自复制家族密钥！段氏财阀保险柜的动态密钥，不是只有家族的继承人才有资格掌管吗？莫明峰敢悄悄复制，分明早就存了不忠之心。这段氏引狼入室喽！你们他妈给我闭嘴！哼，我就知道，我身上没有你们段氏的血脉，你们迟早容不下我。幸亏我留了一手啊！现在终于用到了，想收养我就收养我，想撵我走就撵我走，把我当垃圾呢？啊，没那么容易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给我10个亿，我立马把密钥还给你们。从此，我也不再踏入你们段氏半步，否则，这密钥要是拿出去了，可不止这个家呀！这密钥关系重大，若是不给，一旦泄露，段氏将遭到致命的打击啊！若是给了，一个捡来的养子偷偷睡了段少的未婚妻，还轻松拿走10个亿，段家颜面何存呢？进退两难啊！10个亿，还真敢开口！少他妈废话！到底给不给？不给，我立马上传到网上，公开！别，我给。爸，不用理他，他 U 盘里的动态密钥已经被我删了。删了？他 U 盘里的动态密钥已经被我删了。删了？删了？真假的？难道孟婉希早就知道他复制密钥的事儿？你确定？不可能，孟婉希，你想诓我？没门儿！有没有诓你？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爸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谨记您的教诲，对阿成忠心耿耿，暗中守护着段氏。我没有食言。自从知道莫明峰心术不正之后，我一直暗中盯着他。他除了复制家族密钥之外，他还从家里拿了大笔的钱出去，在外头聚众播放高利贷，花天酒地。天哪，这也太炸裂了！真是活脱脱的衣冠禽兽，无耻，太无耻了！你混蛋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坑我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对，果然是空的。那还等什么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错了，我从来没有复制过密钥，我刚刚是为了留在段家，胡编乱造的。滚开！拉走！阿成，我没有背叛段氏。你继续留下来，帮忙打理段氏，但是务必要忠心耿耿，否则我随时让你滚蛋！他们2个轰出去！爸，我也不想走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！爸，你们不要撵我走啊！爸，就这么放走了莫明峰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被他欺骗的那6个女人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我不收拾他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他吗？没错，为这种人动手，不值得。闭上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言归正传，我正式宣布，宁心怡为我儿未婚妻，我段氏的儿媳妇儿。我就是一个傻子，天底下最傻的傻子。哥哥，爸爸，我真的错了，让开！哥哥和爸爸只是生我的气啊，让我进去，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。
再敢进来，打断你的腿！我到底看上你什么？一无是处的废物！我真的是瞎了眼了。姐姐，大头，姐姐，你把我一起带走吧。啊，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？滚！姐姐，畜生！打死这个畜生！姐姐别打了，你们不是最疼爱我的吗？为什么？莫雪凝，你就是个蠢物！莫明峰骗了你这么多年，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！你这样可追不回段曦尘了。想要追段曦尘，就必须跟宁心怡拥有的竞争实力。显然你并不具备。你很优秀，跟我回周氏吧，我给你与宁心怡一样的竞争实力。滚！等酒醒了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周先生，这女人是？磨一把好刀啊，需要有耐心。她将成为我刺向段氏和宁家的一把利刃。莫总，段总已经解除您进出公司的权利，还特地嘱咐不想见您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我今天必须见到阿琛。阿琛已经不在了，在死缠烂打是没有用的。宁心怡，你这些年处心积虑的接近阿琛，无非就是为了联姻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你给我闭嘴！心怡，阿琛，阿琛，你听我说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想通过联姻整合段宁两家的资源，实现他的野心。最爱你的人只有我。莫雪凝啊，心怡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放尊重点。阿琛，你刚才没有看到吗？他打我，你还要尊重他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是，以前是以前，但是现在你不配。我们走。我打你，是因为我对阿琛情深意重，我苦等他多年，不是你能够质疑的。阿琛，我一定会重新追回你的。我答应加入周氏。欢迎您加入周氏。我就知道你能做出最明智的决定。我只是为了击败宁心怡，夺回阿琛。成功之后，我会离开。没问题呀。你知道，我们目前和段氏最大的竞争，就是此次的国际设计大赛。我只对对付宁家感兴趣。别急着决定嘛。听说段氏最近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，此次大赛事关国际财团几十亿的投资，若我们拿到了投资，段氏无疑是雪上加霜，段曦尘会向你低头。好，我答应参赛，但时间紧迫，我未必能赢。全力准备就好，我相信你。姐姐，你来干什么？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全心全意只爱你一人。畜生！保安！
姐姐，姐姐，让他滚！姐姐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这些天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只能睡大街。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啊？姐姐，难道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，姐姐！站住！站住！敢护老子钱吗？给我打！别打了，我求求你别打了，我已经和你吃饭了。妈的，再投降我弄死你！操！就让你扯，就让你扯！再，像是真的行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姐姐们以前明明很疼我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要我？哇塞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连口饭都不给我，我都这样了，为什么姐姐还不心疼我？当然是因为段西城。对，段西城，就是因为他从出生就拥有了一切，我只有姐姐，为什么连我的姐姐都要抢？这种人该死！对，他该死，他该死！他怎么来了？难道还想缠着段西城？听说他加入了周氏，应该是替周氏参加比赛的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段西城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，他的设计稿我看过，很优秀。我仓促赶出来的稿子，未必能赢的。最后关头，我没用你的设计稿，而是换了其他人的，所以一定赢。换了设计稿，谁的？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加入周氏了，周氏提交上去的设计作品就是我的。哟，哥哥也在这呀，好巧。偷出父亲的亲事，装什么人出？真是恶心。各位，本届国际设计大赛，我们收到了一个十分优秀的作品，本该成为当之无愧的1等奖，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：该设计稿竟然有2份，分属2位作者，这意味着有人公然抄袭。拿到了段西城的设计。我也没想到明峰有段西城的设计稿，不过不用白不用。想让我帮你对付段西城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得拿出有价值的东西。明白。段西城正在准备国际设计大赛，我之前也想参加，就偷偷复制了他的图。到时候我们提前张稿，让它变成抄袭稿，身败名裂。好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要想让段西城低头，就应该付出点代价。我这是为你好。几乎一模一样。这种大赛竟然有人抄袭，行业败类，必须查清楚谁抄谁的。
想让抄袭狗身败名裂。身败名裂，身败名裂，身败名裂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想用我留在段氏的设计稿，我也认。但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呀！你告诉我，我就不来参赛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，害你身败名裂。我用你的设计稿，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阿晨的设计斩获了多少国际大奖，人尽皆知。这些年，他早已跻身世界顶级设计师之列，轮得着抄你这种衣冠禽兽？就是段西辰名校毕业，战绩可查。这莫明峰没听说过呀，是个无名之辈吧？段家戏子人渣一个，都被逐出家门了。无名之辈怎么了？我本来都不想说，可哥哥把我逐出家门，还霸占我的设计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只能说出真相。这些年，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代笔的。什么？真假的？这不可能吧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他身为段氏继承人，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搞什么设计？这听上去有几分道理。这大人物花钱找枪手代写，这放在各个行业都不罕见。难道真是他设计的？一派胡言！莫明峰，你的无耻简直刷新了我的底线。够了，多说无益。按照行业规矩，先投为原创，一查便知。周总的提议正是我想说的。工作人员正在查实投递信息。这里是段西辰和莫明峰的投稿信件。根据投递信息显示，确实是莫明峰先投递的。看来真的是段西辰抄袭。堂堂段氏财阀继承人，靠枪手获奖，还是个抄袭狗，无耻！为了资金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段西辰先生，请问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有抄袭，他在撒谎。哼，到底谁在撒谎？雪宁啊，你能证明吧？毕竟你在段氏那么多年，想必二人的情况你已经了如指掌。离开他，否则身败名裂。雪宁啊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把真相说出来。若段氏敢为难你，我必然出手。是啊，姐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要包庇哥哥了吗？段西辰，你宁愿身败名裂，都不愿意回到我身边。好，我成全你。莫明峰确实一直都在给段西辰当枪使。这幅设计稿确实是莫明峰的，果然真不要脸，抄袭狗，滚出行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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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，安静！各位放心，国际财团一定会做出严肃处理。二位，麻烦留下来等候处理结果。阿晨，你别担心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我会用尽一切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没事，我去趟卫生间。记得吗？曾经爱过你，算了吧，都埋在心底，别忘了。为了和我置气，宁愿身败名裂，知道吗？首先，我那不是志气，我想娶心怡是发自我内心的。其次，我可以为我的爱买单，但我绝对不会向小人低头。我不信，这么多年，你对我的爱那么浓烈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？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立刻说出真相。阿晨，我知道这么逼你回来会引起你的不满，我可以道歉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。够了，莫西平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跟心怡的婚期下个月绝无可能更改。哥哥，
姐姐都向你道歉了，你又何必如此绝情吗？你当初不是你让我把莫雪凝让出来吗？现在又在他面前装什么大好人啊？你比他更恶心。没错，莫明芳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，在场的谁不知道？现在又没有外人，你装什么清纯大男孩啊？无耻的抄袭狗！你说的对，我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抄袭了段曦臣，那又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你就等着背负抄袭狗的骂名，过一辈子吧。国际财团的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有周先生在，就算段氏财阀出手，也不可能改变结果的。段曦臣，这些都是你逼我的。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把我留在段家，或许我现在不会跟你争。可惜，自己的设计被人抄袭，还要背负骂名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的废话真的是太多了。你，各位都听到了吧？各位都听到了吧？穆心怡，你坑我！我说过，我会帮阿晨证明清白。喂，国际财团吗？原来这莫明芬才是抄袭狗，偷别人设计还反咬一口，就是败类，败类，败类！闭嘴！都给老子闭嘴！我没有抄，我刚才是为了气段曦臣，所以故意这么说的。那设计稿是我的原创。原创？行啊，那让国际财团重新出题，咱们现场设计，1对1比1场，你敢？要么你跟段曦臣1对1比1场，要么取消你的从业资格，全行业通报，永久封杀，你自己选。比不比？一句话。依我看，再比1场太难为他。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原创稿再临摹一次，只要你能临摹出来，我都当众承认我抄袭。既然段曦臣先生都这么说了，请吧。来。这执笔姿势一看就是没有练过绘画，一套光滑的曲线都勾不出来。哎呀，抄袭狗嘛，抄袭狗，抄袭狗，抄袭狗！我是因为昨天摔了手，所以才够了。莫明峰，在场的没有傻子。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我正式宣布，1等奖为段曦臣先生，国际财团投资归段氏所有，周氏纵容参赛者抄袭，3年内取消一切合作。还敢说段先生的设计都是他代笔的？哪来的勇气啊！真是跳梁小丑。我说过的，假的就是假。从小到大不学无术，只知道茶里茶气装可怜骗女人的娘炮，你抄都抄不明白，哪来的勇气跟我较量？曾经阿成为了追你，吃尽苦头，受尽冷眼，如今你口口声声的说要追回阿成，却坐视他背负骂名，身败名裂，根本就没有资格说你爱他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求求你想办法救救我！几十亿的投资没了，周先生一定会打死我的。活该！周先生，别打，别打了，周先生！我知道你是废物，没想到这么没用，让你照着临摹都画不出一条线来。来。我要你是对付段氏，不是给段氏送投资的。几十亿的投资，你死100次都不够赔的。周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
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行吧？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再失败，就连辈子都没有机会了。为了把他追回来，我什么手段都有，都没用，没用。他已经和宁心怡订婚了，明明之前还能那么痴傻，为什么说没就没了？为什么？之前咱们有多讨厌阿晨，有多喜欢莫明峰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我们还好，本来就不招段西尘喜欢，可惜了雪凝姐当初爱得多炙热，现在就有多绝情。或许宁心怡说的没错，他才是最爱阿晨的人，我只会带给阿晨伤害，我根本就不配爱阿晨。可我不甘，真的不甘心。你来干什么？滚！木哥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这次来就是来将功赎罪的，帮你们追回哥哥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以前我不懂得珍惜，嫉妒哥哥，什么都要跟哥哥争。我被段氏逐出家门后，又被周氏抛弃，流落街头，食不果腹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在段氏有多么幸福。我只希望姐姐嫁给哥哥后，能给我口饭吃。其他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以后我也不再跟哥哥抢。之前是我眼瞎，听信了这畜生的话，被逐出段氏我认，但同样的坑，我不可能掉进去第二次。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去。姐姐。姐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我只想讨口饭吃。饿肚子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。每一次，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，咱们就别进去了，免得阿晨和老爷子看见有关系。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，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真是郎才女貌啊！乱宁联姻，以后这商界还有谁是对手啊？下面由新郎亲手为新娘戴上婚戒。等等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不知道啊。那还用说，穿着婚纱来的，肯定是想抢段哥。之前不珍惜，现在段少结婚了，他们后悔，还有什么用啊？尤其是莫雪凝，段少追了他那么多年，早干嘛去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今天是阿晨婚礼，你们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应该向姜木哥提，放下贺礼，悄悄离开。爸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保证以后全心全意，只爱阿晨一人。阿晨，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，
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不信你真的能放弃。阿晨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次机会？凯，我们已经恩断义绝，自己准确，别让我撵你。阿晨，你真的如此狠心吗？阿晨，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你就对我们这么绝情吗？聂小姐，求你行行好，把阿晨还给我们吧。聂小姐，你是首富千金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我们只有阿晨了，没了阿晨，我们怎么活呀？松开！你们两个现在寻死觅活的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是什么都不缺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，都比不过阿晨。之前老天爷把阿晨留在你们两个身边，是你们不懂得珍惜。现在老天爷把阿晨送回来了，我会1000倍、100倍的对阿晨好。现在你们要他回去，除非我死。来人，通知他。段曦晨，你要为了一个外人如此糟蹋我们的真心吗？是啊，哥哥，她嫁给你只是为了商业联姻，姐姐才是爱你的，你原谅他们，跟他们结婚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你的乖弟弟，帮你打理段氏，再也不跟你抢。陆卫国，我告诉你，心仪才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才是外人。当我弟弟打理段氏，你也配？我再说一遍，滚！哥哥，我们都这么低声下气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非要把我们逼死，你才肯罢休吗？你们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你们不要影响我的婚礼。段曦晨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是你无情在先，就别怪无义，滚开！王明峰，你要干什么？阿晨，都别动！为啥要进婚礼？他疯了吧？不怕段氏弄死他？我就是疯了！姐嫁不进段氏，我就要流落街头。我养尊处优这么多年，不想这么日子了，不如死了算了，还能拉上段氏继承人的垫背。我会。没错，既然得不到他，你就毁了他。你为谁也得得到阿晨？这群畜生，全都疯了！别乱动，大家一起死！老实点，你他妈别动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算让我娶她们，那你不如直接硬了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妥协。你真的宁愿死都不娶？娶我段曦晨心门堂堂正正，喜欢你，义无反顾，毫无遮掩，厌恶你，死不妥协。那你就去死！不，是我抢走的阿晨，只要你放了他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你替他死，如何？我答应，只要你放了阿晨，我愿意为他去死。生死见真情，看来宁小姐对段少才是真爱，真的是天造地设了一对。可惜情深不寿啊！你真的愿意替阿晨去死？你不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我过去，你把他放。谁？不要过来，千万别犯傻！来人，拦住他！快点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季，听我说，从小到大，我欠你的太多。你若因我而死，这恩情我还不起。你们把他摁住，千万别让他过来！住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莫雪宁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们不要动他。罢了，松手吧。什么情况？这怎么突然变卦了？不知道啊，莫名其妙。阿晨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爸让我用生命来爱你，我没有做到，我很愧疚。我想替你找个用生命爱你的人，
现在你找到了，我输得不冤。原来如此，这莫雪凝还算有点良心。就这手段有点惊悚。莫明峰，放权，莫雪凝，那只是你一厢情愿。我今天来，要么得到，要么毁掉，让我把他让给宁心怡。不可能，既然他死都不娶，那就成全他。真正的疯子是林听雨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你能骗我？你愿意当成人之美的傻子，你自己去当，不甘心？没错，我也不甘心。凭什么从小我在孤儿院就要受尽屈辱，而他就能拥有一切？我不服，所以这些年我什么都要跟他抢，费尽心思把他未婚妻抢到手里，就是要压他一头。我也要让他尝尝求而不得的滋味。畜生！我们父业的畜生！真是生米恩，斗米仇啊！真是一个臭乞丐！段郎好心收留他，他不知感恩，还居然如此歹毒！鸠占鹊巢还有理了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养不熟，那分明就是段家他不养了，都已经道歉了，可段家就是不愿意接受我不服！我要让段氏财阀断子绝孙！莫明峰，段氏对我们已经仁至义尽，现在收手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否则……你这个贱人，明明已经够了顺利，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说话？你以为这样他就能回心转意吗？不可能，你做梦吧！说了，他死都不愿意娶你。收手！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全部都给你，足够你安度余生，不用流落街头了。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，只要你答应放了阿琛，你要多少钱我绝不还价。不可能，莫雪凝，你还把我当你跟屁虫了？你以为我还会对你言听计从？今天我必须让他死！周先生说了，段氏财阀的独苗必须死，他不死我就得死！你敢？那你就好好看看吧！阿琛，快点！没炸，什么情况？哑火了？老天保佑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没炸呢？阿琛，别过来！别紧张，我换了炸药包，炸不了。什么？雪凝，江木哥说的没错，人不可能两次掉进同一个坑。我信不过你，所以悄悄换了炸药包。莫雪凝，你为了段西城竟然害我！你以为这样我就杀不了他吗？你放心，拿下！放开我！水晶灵都不要你，为什么还救他？你就是个傻子！莫雪凝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又坏我好事！送去警局，让他牢底坐穿！送他去医院。不用，阿琛，我想在走之前再跟你说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，再也不缠着你。你说吧。阿琛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其实我是爱你的，你就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暗无天日的生命。可莫明峰先出现在了我的世界里，我不能容忍自己对他的背叛，所以我事事以他为先，把他当成我的全世界。我以为这就是至死不渝的爱，可我没有想到，他骗了我。事已至此，
都说无益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互相留个体面。你放心，从今天之后，我会彻底消失。我只是想在走之前，好好跟你告别。我从小没有亲人、朋友，我的全世界就只有莫明峰。后来你把我带回了家，虽然我从来都没有说过，但我是真心把你和爸当成亲人。如果没有莫明峰的话，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。阿成，你听说过平行世界吗？说不定那个世界没有莫明峰，你会是我唯一的救赎，我也会把你当我的全世界来爱。我们本该拥有一个这样的未来，可惜阿晨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我曾经也把你当过全世界。可恶，醒悟的太晚了，错过了你。如果还有来世，我希望我们能再相爱。穆雪娘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阿晨，不要为我难过，我不值得。雪娘，雪娘，我穷尽一生，只想找一个永远爱我的人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却又错过。我曾以为莫明峰是我的全世界，可莫明峰背叛了我。我曾以为段曦尘可以成为我的救赎，可我背叛了段曦尘。不！要是能穿越到那个没有莫明峰的平行时空就好了。要是最开始遇到的人是段曦尘就好了。可惜人生没有路，永别了我这可笑的人生。莫雪宁，你活着的时候，我挺讨厌你的。可现在，我有些理解你了。人穷尽一生，能找个相伴一生的人不容易。我们都有机会和阿琛厮守，可惜我们都错过了。阿琛现在很幸福，你安息吧。人生而孤独，但我不会寻死，我会替你，替大家，一直好好的守护阿琛。
说起来，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我害的。等到了阴曹地府，我再向你赔罪。莫雪宁，我们地狱见。